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我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哥陈柏惟，大家好，常友。好，那你会关心很多国内现在正在进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新售跟台北市政府之间对于辉达的事情到底那今天的台湾股市 OK， 那当然因为川普说话反反复复的，好，先不管这一块，但台湾真的要成为未来在整个全世界 AI 的一个中心，辉达总部当然重要，甚或大家都直接讲了，政治上的效应，如果谁让辉达留不在台北，留不在台湾，不要说地方，中央都一样。可是如果要是留不在台北的话，那对蒋万当然会有影响。现在已经进入了台北市政府已经发函了，说要可以解约。好，那解约的金额高低是不是也有差别呢？那如果要是有一边来个100亿，有一边就照着算，那中间的差距到底有没有？到了市议会，那阿苗委员都在，那到了市议会又会是怎么样？这牵涉到台湾的一个未来。好，除了这个以外，花莲光复，你以为光复现在都已经跟以前在整个923以前一样吗？当然不是，现在还在救灾阶段，还有在挖的一些阶段，甚或还有失联还没找到。但今天传出来的，包括有没有官员直接退群组的问题，然后这些所有相关一些问题，会让大家讨论说，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中央地方要去讨论权责的问题，好，大家来吵。但是地方上救灾，从中央总协调官纪连成所有这些来看的话，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些事？谁真的做了这样一些事？为了什么？好，那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当然就是今天媒体上面，好，今天周刊再度出刊，已经从媒体政治人物跟狗仔们到了骇客们。我也不知道再往下发展会是什么了。今天已经到了骇客们，什么样一件事情骇客们？不过一开始先让你看一下，今天黄国昌总召开了记者会，直接在现场针对这件事情，甚或他们办公室讲媒体，大家有没有要问？有没有要问？有没有？大家怎么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大家也很讶异，好不好？不过黄国昌怎么回应这件事？让你看一下，来。《镜周刊》是又开始连载科幻小说了吗？《镜周刊》用这种虚构的故事，还想要帮林习耀洗白哦。今天北检如果真的掌握了什么我黄国昌竟然养骇客去入侵各自的事情，那就大大方方来约谈我啊！这我还是这样子讲，我会把我的精力放在该做的事情上面。那这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做一些超越法律红线的事情，请大家放心啊，该负的责任他们必须要负。来看整件事情是从，还记得那时候是央广不是那官网里面被骇客进去以后放上5星旗，对，从那开始一路查到现在，据《镜周刊》报道说，这些人包括这些骇客什么，跟黄国昌会有关系是吗？对这个黄国昌的回答一定都说周刊叫做科幻小说嘛，因为骇客任务但是骇客任务非常高科技啊，直接输入你的脑袋里面啊，根本不用透过所谓的网络入侵到你的个资嘛。而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吴姓员工啊，就是所谓的央广的吴姓员工，在9月11号的时候，官网就是央广的官网召唤5星旗啊，当然内部一定做调查嘛，在911，而且特别是911时间呢，911就是美国那个双子星大厦被炸的那一天，去害进了央广的首页，把它换上了5星旗。所以检调查发现就是内贼，内贼就是央广的一个吴姓员工啊。吴姓员工为了自清，他说没有，我是为了证明说你央广的网络安全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说你看我如何证明说我有跟黄国昌接弊因为黄国昌是接弊者，所以我是黄国昌的人。检调才发现这件事情原来跟你黄国昌也有关系啊。而这个吴姓员工，刚才黄国昌当然自清的时候有说了，没有，他只是跟我一个检举而已，他是认为央广的网络是有安全上治安的问题的，所以他才换了这个5星旗。而他跟我讲的也是这件事情而已。但是这些吴姓员工周刊就讲了，他直接在
2019年的时候，其实跟黄国昌就有合作的关系了，因为有一家公司农地没有农用啊，黄国昌揭弊，这些揭弊的资料就是这个吴姓员工透过网络的，也是一个所谓的治安上面的问题，去渗透了这个公司里面的公司的资料，证明他是所谓的农地没有农用嘛，啊，这也不算揭弊嘛，因为黄国昌自己的所谓的保育地也盖停车场嘛，所以不是大的弊案，但是表示他跟这个吴姓员工绝对不是今年5月他跟所谓黄国昌跟他检举说这个治安问题，而是之前就认识，而且长期合作，所以周刊就报道了，中间有很多的过程里面啊，包含里面有一些赖的记录对话记录，他包含跟这个是不是吴姓员工不知道，因为现在骇客到底是一个吴姓员工，还是有一群人，我们不知道。但是黄国昌长期跟这些骇客们有做过相关多的接触包含这些记录，这也是周刊报道的。原始图长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协助？协助的话，是不是说可以要到更多的资料？除了原始的公开资料之外，你可不可以透过这些资讯上面的漏洞去要到更多资料嘛？他直接在回应就说老师好，又有案子可以让你公审了，而且重点是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当初林锡耀跟蔡清祥这个到底有没有瞧所谓的检察官调查员的人事，这些人事案也在蔡清祥，蔡清祥是我们法务部部长，那是法务部长，法务部部长跟林锡耀的对话，竟然也在暗网里面被公开兜售相关的资讯。这就这个就问题大了。而为什么我们的法务部长可以跟林锡耀除了这个所谓的乔人事案之外，为什么他的对话记录，这个是 Telegram 的对话记录一般来讲，5年前人家还跟我推荐说你不要用 LINE， 用 Telegram 比较安全算了，我也没什么秘密，所以就继续用 LINE。Telegram 那么安全的、比较好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程式，为什么可以被所谓的渗透，而且在暗网里面去拍卖？而拍卖完之后，其实前阵子很多这个对话记录被人家买完之后传播到网络上面去，而传播到网络上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黄国昌就质询了，发现在今年的7月30号，黄国昌就质询说林锡耀与法务部前部长蔡清祥调检察人事资讯，而这个当初林锡耀也提告了，为什么呢？提告，因为这些资讯是不公开的资讯是我跟别人的对话，为什么可以掌握这些资讯？就有妨碍秘密罪的问题，所以林锡耀提告，而黄国昌质询的用意是说，你们为什么可以去调这些人事，而调这个人事他要组成调查委员会来追查到底嘛？重点来了，黄国昌在这里面直接讲说，这个法务部长当初说这个是从暗网流出来的资料为什么特别当初他质询法务部长的时候，法务部长要说这是暗网流出来的资料，因为暗网流出来的资料你不能拿来作为侦办的证据嘛，因为这些都是非法取得的资料，我们要办也是办这个非法取得的资料来源，而不是办到底有没有调人事这件事情嘛。如果你有具体的证据，而且是正当取得的资料，你去检举嘛，你黄国昌去检举。但是为什么非法取得的资料你们可以拿来做质询？其实当初在质询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疑问都说，黄国昌你为什么是可以拿这些非法的资料来质询法务部长，而不是直接去检举？所以他的目的不是揭弊因为他也知道非法的资料根本不能成为揭弊的证据嘛，这些证据是非法取得的时候，你为什么可以说是你在揭弊？而这些事情变成是黄国昌，到底你有没有知情？说这些资讯拿到暗网里面，到底是不是你的所谓的相关的骇客去害到这个法务部蔡清祥的相关的网络里面去之后拿到了资讯，然后还达到暗网里面去拍卖，还一份资料还要2万块，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大家质疑说，你有除了养狗仔之外，还有没有养骇客嘛？所以包含之前的狗仔的这个的团队，还有现在的骇客团队，黄国昌基本上叫做那个3军统帅包含陆军的狗仔知道的其实是人跟时间嘛。
跟地点嘛，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人跟人之间接触了、谈了什么事，而谈了什么事，他透过这种暗网骇客的手法去骇进所谓的手机的资料里面，他就可以知道说蔡清祥跟林希要谈的什么事情嘛，所以他可以掌握人事时地物，再透过水军来传播。黄国昌基本上已经是台湾地下的暗黑三军统帅。OK， 现在看起来的话，来3个。你如果单纯讲狗仔门，狗仔门是要有人去跟，有人去什么车，那还要花很多。骇客大家都知道，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要是到骇客门的话，那显然就比狗仔门要来的讲更恐怖吗？或是要再往前一些？整个来看，黄昌到底那狗仔门你也知道，前一阵他的回应是这样。今天骇客门这件事情，你也听到黄昌回应是这样。整件事情出来是因为当时央广的官网。是不是被内鬼置入5星级？因为检方在办这些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因为那个吴姓的那个刚才讲那个工程师，他说黄昌曾经找他协助查弊，说他是黄国昌的人，是因为这样，然后大家就开始讲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些事？那黄昌在讲说，他不过是给我一些资料。好，这件事以外，那一阵子其实刚才易善所讲的，包括林佳浩那时候是民党秘书长，然后他跟法务部长之间一些的对话，所有相关的这些。好，这就牵扯到第一个有没有程序正义上的问题，非法的东西能不能拿来质询，政治效应上面，一个政党执政党的秘书长跟部长之间能不能去瞧人事，这是政治效应上面的事情。一个政党执政党的秘书长跟部长之间能不能去瞧人事，这是政治效应上面的事情。但是资料是怎么来的？所有东西，林小那时候提告是什么？林小当时怀疑他的手机被害，他说对话截图，后来遭到变造，委由律师去提告所有这些。如果那一阵子出现的一些案子，现在回头去，如果大家把它全部都爬出，要跟黄昌扯上关，黄昌就跟你说，你们都在讲科幻小说。林时豪这件事情，我刚刚就讲政治上讨论有没有这回事，这是，但是这还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林时豪是跟如果照这个截图来看，是跟法务部长，法务部长调查局是归法务部，调查局这些算是国内整体的算情治首长之一，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我们所有相关连我们的情治首长在网络暗网上面，大家都可以买到所有相关的截图，这是不得了。但黄国昌就告诉你，科幻小说。真的有本事查出来有什么？他要骇客去到骇各资所有这些，北检来约谈呐。暗网是委员会的质询题目吗？暗网是国内政治高度关心的议题吗？本来不是。第一个把暗网拿到立法院质询的是谁？黄国昌。然后现在跟我讲跟他没有关系？问号，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国内政治，我一直以为政治人物有两个类型哦，一个是像我这种天然的。想到什么说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然后做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一种呢，还没有去啦。没有，他那是说进立法院，来立法院，离开立法院来去。我本来以为自己任期是最短的，然后后来发现没有，有些部分区后面补的时间可能几个礼拜就换人了。想要再拿一个台湾第一，又失败了哈。那另外一种呢，他们有组织有团队，比如说大党，他们会分工，有些要做什么呢，说什么，有些隐瞒。但是有些要怎么样把它正当化，分工来做政治工作。哇，黄国昌是第三种的，他是完全的非常规的做法，就他明知不可而为之啊。谁不知道不能用骇客？谁不知道不应该用狗仔？大家都知道。但是黄国昌在这个怪咖的个性里面呢，突然不知道哪一个天赋打开，或者是说上天眷顾他，长得像个人。然后呢，又有智慧，有那个聪明，可以读到高学历啊。但是啊，他在政治上的行为，他其实是在组织过去我们所担心的不出来投票的那一群人，叫做原子化选民。这个原子化选民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啊，蓝绿有因为政党倾向，因为左派右派，因为进步保守，中华民国或台湾等等的原因分边的政党支持者，他其他人感觉好像跟我没关系啊，所以他就蓝绿一样烂啊，然后围在旁边。我不出来投票。
黄国昌去美国演讲的时候讲过一件事情啊，我可以啊，把剩下的30%都拿到手里啊。这个他在时代力量的时候，到后来才有徐永明跟他的这个毛泽东、周恩来之说嘛哈。那这个30%怎么拿？他想的不是把这30%拉进来关心政治，他是成为那30%。你们多讨厌蓝绿，我就陪你们一起骂。你们愿意做什么事情来推翻体制，我就陪你们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听起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让那些人，他们被你感动，愿意跟你这样做，也 OK 啊。对，没有错。可是可是黄国昌的做法是，他没有去告诉他们什么可以或什么不行，而是放任他们用奇怪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我不是在攻击这些老百姓。你不是说那30%都是？我不是说你们30%都奇怪。我举例几个。第一个，刚刚央广这个事件呐，他5月份的时候跑去跟主管讲说，我们网站有漏洞。然后呢，他说他觉得被主管搁置，不知道怎么办。他9月11的时候自己把5星旗放上去。然后过3天之后被抓去问，然后他自己在自己所谓央广的工会留言板留一大篇，说我是揭弊者，我是正常揭弊，我放5星旗不是为了放5星旗，我是吹哨者，所以劳动部应该要恢复我的工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是，你是怎么觉得你可以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里面放5星旗是可以值得挑战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国安常识去到哪里了？问号，在更之前有一位李威尔事件，他说台湾的治安有问题，毒品随处可得，于是呢，他就把毒品跟子弹寄了一个包裹给黄国昌，黄国昌拿到也没有揭弊，报警，结果这个人被判刑。不是，你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我当然知道你想要组织这一些传统蓝绿不能组织的，我也在努力，苗博也在努力啊。我们每天开直播，循善诱，跟大家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尽量讲嘛，让大家认同嘛。黄国昌不是黄国昌他是用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们，其实你们都是对的，只是现在的社会体制错了。赖清德就是抽雪茄喝红酒，民进党衣柜打开都现金，国民党老到出门换鞋子都要半个小时，然后都拄拐杖啊，然后胡子都不小心踩到胡子还会跌倒。他们给他那种幻想的世界，所以我们出来改变政治，是推翻这个体制，是在做正义之师。他们所有你现在看到的媒体啊、网络啊、讯息啊，都是民进党花钱买的，他们在凝聚这个世界观嘛。所以他弄成这个样子的情况，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受害者，所以他要说我被压迫，我被跟监，我被偷拍，国家机器、平行世界、科幻小说、张冠李戴我都会背了，无聊、臭不可闻。那问题是，实际上的问题是，他的确跟这一些选民踩出第一步，就是我们想要改变现况。但他没有告诉他们第二步，你是变好还是变坏。从黄国昌的个性跟他组织起来的体制来讲，不管是他用的这一些偷拍跟监，甚至是在网络上组织一些这个骇客的行为，他没有告诉你改变之后是往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他只告诉大家我们要改变。这个会差别在哪里？就我们现在是民主，没有错，但他用的方式会让人家担心说，就算你拿到比较多的票，担任了一个领袖之后，你会不会就把民主破坏掉？因为你那个过程里面，你是用破坏民主的方式在达成的嘛。我也知道哦，如果林夕耀对话是对的，这在政治上可能会有风险。但是他们不管里面怎么谈，他出来表现的方式跟大众说服的过程，能不能让老百姓接受，那个是他们要呈现的事情。你现在直接破坏里面的对话，这就好像我跟我老婆讲话会娃娃音，又怎么了吗？我哄小孩的时候，啊，这是怎么样吗？可是当你把我的影片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看好可笑，又怎么样？那个不是我要表现给你看的，那个是我在特定场合跟特定人士做的事情，讲的话嘛。那我对大众的表现是我要对政治上负责、公众上负责的事情。那如果所有私底下的东西都被翻出来的话，那这种政治是民主吗？这不就是我们熟知的共产党所谓的这种蓝金黄的斗争手段，利用网络风向，然后说你贿赂，说你有小三，然后把你从正常的职位把你换掉，用斗争的方式。所以我才发现黄国昌很厉害，他的这个揭弊者吹不公不义揭什么弊的那个揭弊吹哨者保护协会，我故意的。好，他这个协会里面，他名称上是组织这个，但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是在煽动这个社会，煽动不管是仇恨，甚至是煽动犯罪。你揭弊啊，你知道老百姓看到揭弊，他的第一时间就是对，
不对的事情，我就要出来讲。可是揭弊是大家都觉得，我再讲一个。从阿扁当时在国会当立法委员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是以揭弊没有错，然后一路打到后来，打到台北市长，打到总统上空，对吧？对，一路用这样的方式，尤其是国防，是吧？尤其是大家对于弊案都会觉得说，有权有势的人怎么可以这样胡搞乱缠乱弄？所以你刚刚讲，他如果那讲揭弊，像今天他一样啊，他今天在记者会这样讲，怎么样？你们要去帮林贤耀洗白吗？你们这些他就把这一块跟大家要讨论的。有没有骇客们？有没有去用骇客去害人家的东西，整个混在一起啊？他也不跟你讲内容，我就直接这样回应就好了。我遵守，我完全理解，我也支持揭弊。我过去在我们公司，我过去在电影业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劳动时数太长，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有9大排除行业，我还跑去读法规。我认为揭弊这2个字完全没问题。但是黄国昌的问题是名词混用的问题啊。请问把自己的网站、自己管理的网站。放上5星旗，这叫揭弊吗？这个只是想出风头而已啊！这个怎么会是揭弊？你要揭弊是循正常管道未得之后，你还可以怎么样从外部来检举吗？你要央广，你直接找黄国昌澄清也没有问题啊。为什么是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我说的意思就是黄国昌没有把揭弊者这3个字的定义跟他的支持群众讲清楚，他们会误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情都是绝对正义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不能够是单向的主张，而是。政治人物永远都一样，黄国昌的他的揭弊或他的质询都是只是说他想说的话，他没有要解决事情。这些揭弊者也会感染这个气氛，就是我只是在我讲，我觉得是弊就是弊了啊。可是他没有跟对方了解到整个过程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是要合理化这一些他们可能认为的错误或者是认为不正义的事情，但问题是。当揭弊者这一件事情被滥用到，比如说过去张金源也发生一样的事情，公司跟他是来互告，他们是互告，互告有对有错就等法院判，不是黄国昌直接政治介入司法，给一个揭弊者的名称就说张金源100%对，永丰金错，我没有意见了。但问题是，这个气氛会让他的支持者会有涉法的风险吗？而到目前为止，黄国昌没有为这些人任何一个去做辩护或者是保护，他是放任，所以我说他为什么会有煽动或者是放任这些人涉案的风险，这个是我认为在做一个政治领袖上，在政治上最扣分的行为。这刚才三哥讲不用讨论，你说在央广的那个官网上面，你自己去跑去。把那个国换成一个5星旗，这根本不用讨论，这根本不是揭弊，这个不用讨论啊，没有。现在大家在担心的是，第一个有没有以揭弊之名遂行私利之实，甚或在那过程当中再进行排除异己，或是有我们讲狗仔们那时候大家讲有没有政治攻防的问题。当你把一个揭弊的大名号摆在那个时候，那沛然莫之能御，谁都不能够挡我那种感觉。可是私底下做的事情真的是什么？这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重点。那沛然莫之能御，谁都不能够挡我那种感觉。可是私底下做的事情真的是什么？这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重点。刚才一善拿的那个，就是那个无线工程师，不是跟那个黄国昌的对话那里头有一个老师好，又有一个案子你可以公审。后来今天到了今天，包括《今周刊》所有媒体里面所出现的，阿淼不是只有几个人在帮忙如果照媒体这样讲，他讲说曾经有一个加入黄国昌官方后援会的粉丝爆料说。他会以讨论弊案为由，让能力比较好的网军或骇客到民众党服务处面谈。那他会在白板写下弊案的关键字，要求当场分析，有如资格审核评比。然后结果如果照媒体这样讲，各方涌来，因为一定会有很多人看现实不满，觉得包括尤其是对于有人有弊案有什么不满。如果你是照媒体金钟他所讲的，最后能够来帮忙，各方英雄志士涌来，近万人啊。所以对黄国昌来讲的话，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大军啊。是，确实我觉得这个我们放下政党的立场直接看什么叫做政坛该有的标准。我讲一个，我2021年11月11号，我在议会里面咨询柯文哲一个案子，金华城案，我说这个容积奖励20%，可能他卸任之后会变5大弊案之一那我当时认为说这个案子有弊端嘛，那好。如果我不只咨询这件事情，我私底下还养了一批狗仔，用不知道哪里来的经费，去24小时跟监柯文哲，跟拍他，有没有去桃珠影园唱歌，
啊，如果有的话，我再把它丢给那个时候，3Q 陈柏惟来把它爆料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我私底下还养了另外一批骇客，骇进柯文哲的手机，看他有没有跟小沈在赖，去看柯文哲跟黄珊珊的对话里面有没有谈到金华城或者是害到这个应小维的手机里面去看他跟沈庆京的这个对话，我就问你去，我这样做可以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no。如果你的答案是你觉得这有弊的话，你可以质询。如果你觉得质询还不够，你应该去地检署按铃申告的话，那同样的，对于今天周刊所报道的这些黄国昌疑似涉入的案情里面，你也应该给一个大大的 no 要打一个叉啊，对。我说有时候经常说，你不要说换了一个颜色就转弯啦。今天假设今天是赖清德，他透过他自己个人不知道哪里来的经费，养了一批狗仔，再养了一批骇客。专门在看黄国昌有没有做坏事，那请问白社你们会接受吗？不接受嘛，一定骂嘛。那同样的，为什么黄国昌这样做就可以？其实这个心理机制大家要去思考，为什么明明如果说换个颜色你就知道不行的事情，遇到黄国昌一切都转弯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心理叫做正义之师的盲点。说我是正义之师的时候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民进党来对抗，因为把民进党跟邪恶画上等号的时候，好像我做什么手段都可以嘛，直接用你的目标，把你任何的违法了，甚至是下三滥的手段，全部都合理化。这是现在一个我觉得比较需要忧心的政治心理状态，就是不是黄国昌他带领的下面旗下一批，不管是他的狗仔也好，或是他可能的骇客也好，其实都是他的信徒。但他是跟着这个国昌老师，叫做国昌师傅在前进，自以为说，我改变世界，所以呢，当我在央广上班，我看到网站我觉得有漏洞，我自己也把一个5星旗换上去。这个一般如果是我们从小到大学的，这叫什么？这叫坚守自盗。你是坚守自盗，你是央广的资讯人员，结果你自己干了这个事情，结果现在坚守自盗变作揭弊那这样好啦，以前比如说我们法律人有个最知名的案件嘛，以前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他盗走了30几亿，对不对？那他也可以今天为自己平反说，其实我是在揭弊因为这个律师事务所管理这个有价证券就是有漏洞，我只是表演怎么样抓住这个漏洞而已啊。所有一切坚守自盗的人，现在都变吹哨者，这根本就是道德一个很严重的扭曲再来。你看黄国昌从2-3个礼拜前这所谓的狗仔风云，一路以来他的辩词都是什么？他说：“哎呀，你那个什么周刊那个什么传媒，你们也有狗仔然后赖清德国家机器会司法迫害北检是鹰犬，这是一个什么逻辑？你知道吗？就是说今天假设说我们破获一个私人武装集团，比如说黑道什么叉叉堂里面一堆黑枪，然后那老大都出来讲说：，国军的库房里不是也有枪吗？为什么不行？问题是人家。”国军为什么可以有枪？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按照制度你还可以监督它，对不对？国防部长哪里有问题，参谋首长哪里有问题，立法委员可以监督，媒体可以监督他。问题是这个社会里面现在如果一个立法委员加党主席，他拥有一个狗仔团，如果是真的，再加上一个骇客团，今天报的如果是真的，那请问谁来监督他？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严肃的是说。黄国昌他当然不会面对，可是是谁纵容黄国昌可以不必面对？是谁让他徜徉在这个所谓网络直播间，还有这些声量里面？然后今天有记者会，然后说记者要不要问他问题，结果记者都懒得问，对，因为他都是讲说《垃圾周刊》科幻小说无中生有栽赃，含血喷人，赖清德司法迫害，最后归结到民进党嘛。就大家都已经知道，他讲的这一套已经是固定的，每天重复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停下来，大家想想看的。其实，在很多创作跟小说里面都有这种角色，怀着高尚无比的理想却做出了可恶无比、可恶至极的事情。像那个《复仇者联盟》，大家有看的话，里面有个叫萨诺斯，对不对？萨诺斯他的一生的愿望就是收集所有无限宝石，然后一口气把世界上的人口变不见一半。人家想说，怎么那么残忍？他有个理想，他觉得。人类太多了，他其实是环保。他的确把民众党的民调变一半，没错。这崇高至极的理想，做出可恶无比的事情。阿淼，你刚刚讲说是谁让黄国昌今天能够这个样？你有选项吗？
他的支持者小草们，或是因为蓝白之间的合作，蓝营对他不会有太多的批评，都算吗？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平心而论，黄国昌的群众基础在哪里？他的群众基础在于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那年轻人为什么对现实不满？我觉得长期以来，包括国民党，包括执政的民进党，某程度上都有责任。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里面对于现况极度不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是黄国昌的问题是，他在聚集这批年轻人的时候，他同时在告诉他们说，你要尽量的放低自己阵营的道德标准。你只要用高道德标准去检视别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呢？黄国昌他不会去面对这些问题。那所以他聚集了这一批对现状不满的人，其实某程度上，刚才博威讲的我很认同。他要把他带到何方去？现在这批人在民调上可能有10%，就是他的禁卫军，就是他的仓粉铁卫队。而这些人在网络上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就洗版动辄的各种的这个谩骂侮辱。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正义的打死你们这些绿营的侧翼你们全部都是民进党的走狗所以我用怎么样子的羞辱的言辞去谩骂你，去洗你的版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民粹的想法。那黄国昌他顶着康乃尔法学博士，然后呢，中研院副研究员，甚或是过去10年前有多少我们身边的同伴是大力支持他，让他越来越茁壮了。到现在，上礼拜陈永兴医师发了一个公开信嘛。陈永兴医师就是从头到尾力挺黄国昌，栽培他最多的人嘛。那刚才谢律师问得很好何以自知？谁纵容他这样？我觉得某程度上，当然蓝绿你要去思考他的不满现状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多问题。但是同时，黄国昌也不可能撇责任说这都是人家把我搞到醒派去他自己照说这个国家社会培养他到这个程度。难道他都不需要觉得自己有一丝一毫社会责任吗？委员对于国民党会怎么样看待最近出现的一连串的？因为有好几位蓝营的朋友直接讲说，不是你们要讲黄国昌，你们就直接拿一刀毙命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嘛，不要每天讲从狗仔们讲到今天骇客们，黄国昌只要回你们一句，北检有资料就约谈我就结束。好，可是被讲了这么多，对于蓝营，因为蓝白合是一定往下走的。所以你也听到绿营的朋友说，哎呀，你们就是不会骂白营啦，也不会骂黄国昌，因为要蓝白合。可是以你自己来看，黄国昌，我们说从狗仔门到现在，大家在讨论骇客们，甚或这2天大家，就是连那个什么，包括像张凯维就是洪为的那个助理然后助理张凯维有没有跟那个柯律师之间，然后还今天有人提告了嘛？对于那件事情，那就是马英文他们已经去提告了。你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发展？对于包括蓝营自己看这些狗仔们或骇客们这些事，我想当然黄国昌这个不管是狗仔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骇客的争议那这个他跟民众党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度。但我知道民众党很多党公职人员都在帮他辩护但我也呼吁黄国昌，你回应议题的时候不要掉进民进党的陷阱你面对骇客的回答其实很直接就是说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狗仔的回答好像没那么对，所以黄国昌面对不同议题我觉得今天包含这骇客的事情黄国昌讲得很明确如果今天真的有骇客，不管是狗仔，不管是骇客，今天不用讨论蓝跟白的问题，客观它就是一个违法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如果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真的被指涉，然后被证实真的有说操纵所谓狗仔或骇客集团，其实不用辩护了这个大家你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但回到黄国昌的部分，的确骇客这部分看起来这个检调如果真的发生这事情的话，周刊也讲的话，检调就进一步去办嘛，或怎么样。但以目前看起来，他有他的说法，他说他跟那无姓工程师要跟他爆料，然后他请他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然后戛然而止在这段对话里面各自解读但回到王宏威今天很清楚的讲他没有听过安进公司，没有听过说爱佛行销传播公司，更不是卫环委员会。王宏威很明确讲，这样子，即便有所谓药厂或类似的行销东西，王宏威从来没有听过，而且是完全没有去涉入这东西，很具体的讲这样
样子，即便有所谓药厂或类似的行销东西，王宏威从来没有听过，而且是完全没有去深入这东西，很具体的讲。好，那还有最后还是要说这个，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前2天民进党很多要选议员的好朋友开记者会嘛，那我也公开说马玉文得分的好，为什么？马玉文他这个攻击之后，王宏威直接跳出来讲说马玉文的这个爆料很水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没有这个不够具体或干嘛，光是你能跟王宏威直接对上这个对垒大概我觉得这次选举可能也稳了啦。OK，Thank you。你对张凯维跟那个什么有意见吗？刚才在讲的时候，你又摇头，然后又没有，因为又我看是怎么从黄国昌变王宏威的，我研究一下。这整件事情目前为止啦，最大的受益者是谁？你知道吗？谁？安进药厂。他没有花钱大家都认识他了。比那个1场10万的记者会公听会还要划算。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我认为啦张凯维他现在是为什么会进来？整件事情包含王宏威，其实最主要不是因为他涉案，但是他涉这个是比较严重啦，这个是叫贪污治罪条例10年以上嘛因为利用立委助理职权去跟人家用这个不同的途径金流来索贿这个既然司法要办就司法慢慢办。他的问题本来不是那，因为柯律师跳出来之后才有一点偏，就多一条支线去讲这个。一开始为什么会讲到张凯维？张凯维是跟谢兴恩有联系，然后还代表王宏威去跟这个联合报揭露潘孟安的这个金屋藏潘相关事件嘛，然后后来败诉嘛，所以这个黄国昌的议题是。他有没有把他收集来的？我说的黑料不是那个料本身是黑的，是途径是黑的，手是黑的。这些偷拍狗仔或者是网络骇客的东西，他是不是有分等级？阿赫康的老伙自己爆料在那边我不客气的讲几月几号柯文哲有没有去金华城然后在那边我手上低潮很满在那边影射嘛影射完之后呢，比较不确定的或者是杀伤力低的。他会留给谢兴恩，再接触其他国民党助理，然后再跑去国民党的那边爆料，就他其实还是会分类。因为昨天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跟这个秘书长有出来讲话，他们说，其实2022年、23年，他们就有黄国昌就有叫王婉玉拿一些不齐全的资料出来爆料，然后王婉玉觉得说我一定要查证之后才能讲，我不能乱讲。这个是跟他共事过的人对他的评价，不是我们在外面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确有在收集这些东西不是不是我们自己远远的在讲呢，你旁边的人跟你合作过的人在讲的然后这个你都可以否认。所以黄国昌其实他一直都在跳岛，你知道吗？他在这边然后把这里弄成焦土，再跳到那边，所以我们说他这个叫专业关灯人。而且你注意看他一开始跟冯光远合作，冯光远也说不了他的好话。跟徐永明合作，徐永明收贿被判刑。跟林昶佐合作，林昶佐直接远走他乡。然后跟这个人家去做代表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人家做代表，人家立委当的好好的，难免也是因为这个党内的斗争灰心嘛。跟时代力量合作，时代力量现在气他气得要死。周伟航每天上节目最大的那个效果就现在又会不会看到黄国昌了？然后又开始骂他，就跟他合作过的，我就没有印象有谁是喜欢他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个跟他合作过，然后他国枪作战，我讲也用狗仔去搞民进党，这一定赞的，这我拢支持的哪怪？所以跟他相处过的人，基本没有一个嫌他，没有一个是对他有好话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除了收割除了破坏人家的这个感情之外，政绩之外，他会收割人家的好处。105号码头是他的，喂，你一手铁锤，一手镰刀，你到底代表谁？我真的很好奇。不过，坤姐，所有的这些，只要你看黄昌总在回应的时候，一定会加一个，就民进党，就是什么对于黑金政权啊，什么贪污腐败啦，绝不停止监督啊，类似这些。这些一讲完，小草大家就觉得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监督你们嘛，然后所以你们要整他嘛，结果就是这样。光一个狗仔门，大家就在讲，如果照郑浩在媒体上报说，现在如果真的有在查的过程，据他所了解，是不是有用反渗透吧？那跟资金有关系。民进党好像已经有人到监察院去要求，钟嘉宾，对，钟嘉宾已经直接去说要求查所有的金流这些。可是查金流好，查了金流，查了所有这些东西，一直到现在。对于你们来讲的话，这所有这些的一切，但是显然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办法撼动黄国昌
今天我们干事长钟嘉宾哈，那书记长陈培瑜有到这个监察院去检举了哈，这个黄国昌是有没有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因为就是要去查说他金流的问题，好，不管是狗仔们或是骇客们，就是他在这一个2016到2020的这段期间，他担任立委，2024年之后担任立委这段期间，是不是有用这个他的政治现金来养这些狗仔？好，那现在就是说要请这一个监察院去调查，好。那当然，这是其中一部分啦，哈。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涉及狗仔们跟骇客们的，是我的好朋友陈柏惟的话，有这么多的证据出来，他会不会被检察官叫去问？我想几率相当的高，因为有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已经有出来了，那有可能啦，我就比喻啦，如果今天涉案的话是你，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公职，然后呢，你涉及到这一个骇客们，涉及到这一个狗仔们的话，我想可能被叫去问的机会是蛮高的。你觉得是因为黄昌现在是立委吗？他现在是绝对具有立委的身份。你觉得是因为具有立委的身份，所以才没有被约谈？民众党党主席的身份嘛，这是其中一个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觉得说，现在揭弊啊，已经变成了这一个黄国昌包裹这一个罪恶的一个代名词了。你总不能说，我是为了要揭弊啦，什么管他什么妨碍使用电脑罪啦，我就是要揭弊嘛。那什么妨碍什么个资啊，或者是说是妨碍这个泄露秘密等等，我都是在揭弊啊。现在好像这个社会的氛围就变成是这样子嘛，就是说，揭弊啊，那所以违反这些刑法上面的这些违法的事情，好像又没有怎么样嘛。所以我就想到说，当时候2023年黄国昌还没有这个公职身份的时候。这个柯文哲找他，然后他是想说他最想要的位置是哪一个位置？法务部长。法务部下面可以有谁？有调查局，有检察官，检调单位都在他手上。所以说，如果说黄国昌真的成为这法务部部长，那法务部真的有可能变成最大的一个东厂啊。而且他。之前他没有这些公权力啊，他就只好去用狗仔们啊，或用骇客们啊，来遂行说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那如果万一他有这个权利，他变成一个法务部长的话，他等于是用这个公家机关的资源跟着人来做这些事情啊，来掩护他的这些非法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那我想要说，那2024年上半年引发青鸟运动的这个国会扩权法案，那黄国昌要的是什么？调查权。调查权。对啊，所以他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从那时候的法务部想接法务部的部长，到当了立委之后，国会扩权想要这一个调查权，他要的其实都是同样一套嘛。那你看他在没有当立委的时候，他成立一个什么东西？KCI 国昌调查局，所以他一直是想要说借由这个他所谓的揭弊。然后来扫除，现在我们看来是在扫除他的政敌嘛，利用这个揭弊来组成了一群人，跟你讲说，我现在都是在揭弊哦，你们帮我做这些揭弊的事情，其实有可能是涉及到违法的这个红线了，但是没有关系，这些都是为了社会正义啊。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样子他的召唤之下做了这些所谓违法的事情嘛？所以我是认为说，到现在为止。好像你说没有什么一枪毙命的事情，或是说，黄万这个这样讲，他刚才记者会你也听到了，如果有就约谈我啊，如果真的有涉及什么啊，对，所以意思就是你有某香米刚才帮我啊，我说换位思考嘛，如果今天涉案的人是陈柏惟的话，为什么他一直涉案？没有，他是坐在我对面嘛。如果再换位思考的话，今天这个做这些事情的话是陈柏惟，那小草会认为说好棒棒，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嘛。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不好意思。OK， 那好，来上工，咱们俩好好聊一聊这一块，因为这个就是要跟那个勾诈一景郎聊到这个东西。上工我说揭弊，你跑这么多年，以前立法院没有揭弊吗？有。以前立委有没有揭弊开记者会？那个弊案出来以后一刀毙命的有没有？有啊。可是那个过程要花多少功夫？要有人提供资料，要在那边跟人家在外面谈，要知道什么什么，有很多这些事要做。拿出来这证据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人家说，对，发生这些。所以我们刚刚讲，有很多是靠揭弊这样出来的。现在不是，除非你觉得台湾社会是这样，我忘了那部电影的名字 ，Tom Cruise 那时候演一个未来的世界，他演一个什么队长？就是他们可以预知未来有犯罪，还有3个先知，不是吗？那部电影，对，Tom Cruise演那个队长，说他们可以预知犯罪，就先跑去把那个人抓起来，
因为为什么？因为下10秒钟你会犯罪，所以我先抓了你。除非你要把台湾社会认为会是那个样，所以你刚讲的，你觉得骇客可以做，你觉得所有这些都可以做，要不然的话，在现有体制之下，揭弊这些事情，从你以前看到现在，不是什么时候到了政治人物用狗仔门，如果有政治人物用了狗仔门，如果又用了骇客门，所有这些，这整个包括政治的体制会变成什么样？因为一件事，你比如说陈水扁以前是被称为国防立委，就揭发采购弊案，然后曾正荣跟来当立委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叫中油弊案嘛，那个记者会也是每天都在开的，连续剧啊。当然，你看到揭弊的过程当中，过去也没有人想到揭弊的时候用狗仔，也没有想到揭弊的时候用骇客。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的手段是合法还是非法？不然现在变成我揭弊是因为正义，我要维持这个政治良善，所以我可以用必要之恶，而这个恶违法都没关系。到揭弊的时候用骇客，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的手段是合法还是非法？不然现在变成我揭弊是因为正义，我要维持这个政治良善，所以我可以用必要之恶，而这个恶违法都没关系，可以这样吗？就是说，法律上面你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为证据。那你现在的政治上面，我说司法讲证据嘛，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为证据，但在立法院政治上，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可以拿来质询的，是可以拿来质询啊，然后到最后，你先要验证我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得的质询资料，先回过头来。可是我的重点就是在政治上掀起那一波的风浪，对就可以了。然后你注意干嘛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北检所掌握的资料绝对比我们想象的多？比我们想象的多。第一个，认识6年的，今天跟你讲说啊，他就是中广的那个网页嘛，他今年5月才进去，你们认识6年了。还有对话今天不是记者问有对话记录吗？我不需要解释，一句话不需要解释就带过了，那个对话哪来的？你至少告诉我们那个对话为真还为假嘛？因为他根本不能答嘛，因为手机现在在北检手上啊，而且你觉得他不答是因为吴姓工程师好几只手机都被扣了，他不是只有1只哦，听说好几只全被扣了，扣在手上啊。那黄国昌，你有没有跟他对过话？应该心知肚明吧。然后狗仔工作群组收队有没有这一段话？手机还在你自己手上，你应该心知肚明吧。好，然后大家问你要不要告的时候，他就裴伟身上很多怎么样？他们该负的责任，到时候他们一定会负。不，他身上很多，干你什么事？现在是你跟他们的事。别人告他干你什么事？而且我常说一句话，从非法肉收未成年指控到这样，有告四叉猫吗？没有没有你用征信社去调查里面，他怎么回一句话？你看刚开始说我花钱又说我没花钱，有告吗？没告啊。今天是把它写成这样哦，没告请问一下，在场这些民意代表如果被写成这样，我觉得他们不告才奇怪。那为什么不告？美国康奈尔法学博士，美国拥有律师执照只是没缴钱而已在台湾有职业律师执照被写成这样，既然连告都不告而且他每次的回话都很有艺术。
啊，你跟潘孟安是为了跟赖清德，啊，你们《镜周刊》不是也跟赖清德？《镜周刊》跟赖清德是因为他跟小英之战，然后跟哪些人挺他，然后突然发现你不是，你现在是一介平民，你怎么可以用南办公室？那写成这样啊？然后你现在跟他们说你每次都这样，然后那个林夕尧你是帮林夕尧洗白你那个凯斯国际有没有中资怎么样啊？镜周刊那个资本有问题啊。你每次问他问题，他都讲别人的问题，他不讲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可是他这样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每一次的事情，就再有什么他还是这样回答。对，但是黄国昌千万不要忘了，虽然你经常骂北检，但北检手头上到底有多少资料？绝对比我们想象中的多。记不记得刚才讲那个林夕尧那一个？他是在7月30号质询，他质询法务部长，法务部长当场一句话：你的资料来自于暗网，暗网真假真伪难辨。你拿出来，法务部长告诉你是暗网。你认为法务部长底下检察官没有下去了解这件事吗？所以他会第一时间说暗网不然法务部长，你今天质询我，突然拿一张相片，这张相片怎么样那个对话，法务部长跟你说你那个是暗网的资料，真伪难辨。法务部长马上可以知道是暗网的资料。你认为法务部没有去了解那个暗网里面这个对话怎么流出来的？所以说黄国昌自己都觉得自己蛮厉害的，我也称赞他厉害。真的养狗仔隐瞒了4年才被揭露。要不是一个去告那个还不起诉对，还不起诉。真的是不是我讲上公讲这一段，是因为一般告完以后不起诉就算了，对，但一般就算了，而且一般很少有人会在不起诉里面，然后硬是要去追那些人的背景，对，结果越搞越大。你得佩服他，4年呢，狗仔4年呢，就一段不起诉书里面才掀开来的。他认识那个吴姓工程师6年，6年呢。今天没有一个央广的那个网页，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一段呢。他会不会也觉得不是你去搞什么那个把央广弄个什么5星旗呢？你去弄别的方式也就算了，这个干嘛要这样搞？继续问还要说我是黄国昌的人？对，你说实在话，如果可以搞得这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有狗仔队的，有农场主人，有工人生产，然后到最后还有媒体刊登，还有行销管道，搞这么久我说真的，你说他厉不厉害？真的厉害。如果没有央广，我们不知道那个工程师也跟他6年了呢。不知道跟他认识6年了。你说他厉不厉害？厉害啊！但是你一旦被揭露的过程当中，看你的回应，其实大家都知道嘛。你为什么不敢告？心虚嘛。不过这接下来看，就是后续这些往下发展有没有更具体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一定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这跟国内整个政治生态跟以前真的是迥然不同，而这涉及到法律面的那个线到底会怎么样？可是除了这个时候，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不要忘记花莲光复还在救灾当中，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尤其是光复的很多民众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样一些生活。说实话，那是个漫漫长路。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代表不是救灾不是应该中央地方？好啦，虽然这2天中央地方那个包括副根级又直接在那边叫官员念法条，那个撤离到底是谁？今天卓院长直接要念法条。可是我更在乎的是，在现场大家直接就，因为那有一个中央总协调官是纪仁成嘛，包括地方的各处首长什么，大家都应该在，他们有群组嘛。今天为什么有讲说有花莲的地方的局处长是退群组，是真的有这样说吗？因为
我看媒体上的新闻，纪连志好像是有点火大，意思是你们大家现在是怎么样？救灾救到这个样，你们退群组，那接下来呢？我们中央下来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人在退，大家一起把把花莲所有的生活希望尽快恢复。退群组是什么意思啊？我必须要讲，傅昆萁跟黄国昌为什么臭味相投、臭不可闻凑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色，是我被政治人物没有办法想象的，叫做推卸责任，没有肩膀。这两个人是出了名的没有肩膀。我认为权责是零和。那这个世界遵守权责守恒定律，就有权就有责。但如果你是一个有权无责的人，责任一定在别人身上。所以刚刚我在思考这个，我先把黄国昌这一趴讲完，因为刚刚阿淼跟主持人在讲说他为黄国昌长成这样是谁的责任？我跟你讲，那黄国昌自己的责任跟黄国昌跟他自己的支持者之间互动产生的责任，他会把责任丢给他们。什么意思？你问他，他说他质询很厉害嘛？潘孟安曾经有一次跟他对赌，我如果跟联合政生有任何关系，我辞职；没有的话，你辞职。如果黄国昌有一刀毙命的证据，潘孟安辞职的话，直接干倒总统府秘书长，不大功一件吗？为什么不做？说故事嘛，他也是自己也在说故事啊，科幻小说。你只是拍到人家吃饭，然后呢？你了不起再拍到菜色，然后呢？你了不起再拍到调味料，然后呢？没有用啊！他说逆变器他们家人家中国制逆变器，国军怎么样用？2020年陈柏惟就咨询过了，老套二手的啦。科学城跟大同已经证明，他的金主跟里面是直接关系人。就他咨询的事情，跟他做 KCI 调查局的事情，有他的金主在里面是相关关系人。你这个不是通案，你这不叫揭弊啊，你这叫关说你这叫说相你在替第二名厂商攻击第一名105号码头跟严家祖坟案，他不敢具名，这些哪有揭弊？他的责任都在外部啊，他哪有责任？所以你看他从进入民进党担任立委到质询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责任一直在外部化。他当选立法委员有权利嘛？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是他对民众党负责，因为民众党不分区嘛，然后他直接把民众党党主席干掉。然后接下来他当立法委员，他的责任是什么？他5院权力制衡嘛，他把监察院废掉，司法院废掉，他把责任都外部化，他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权力无上的超人，然后刚好找到另外一个跟他臭味相投的那个叫傅昆萁。所以黄国昌现在面临3个危机，是第一个，为什么美国儿子不敢回？因为他要聚众的是对社会现况不满的，结果就像你在中国割韭菜，结果什么？你的小孩在国外，这个就是中国高官不敢面对基层百姓的一个心态啊。为什么他们不能讲自己小孩子在国外过得很好？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他跟那些韭菜讲说，我们都跟人民站在一起。黄国昌为什么不敢面对美国儿子？有美国儿子不是很棒吗？很棒啊！你著做好，你著经营了做好呀，甲惊死人！恁囝送出去国外，有啥物唔敢讲？洋葱就洋葱啊，洋葱嘛有人起来煮汤啊，洋葱谁也袂当讲。所以他为什么不敢回答？因为跟他的目标群众相违背。第二个，他有没有偷拍柯文哲这件事情，以及他有没有陷害黄珊珊这件事情，民众党会打问号嘛？送出去国外，有啥唔敢讲？洋葱就洋葱啊，洋葱嘛有人起来煮汤啊，洋葱谁也袂当讲。所以他为什么不敢回答？因为跟他的目标群众相违背。第二个，他有没有偷拍柯文哲这件事情，以及他有没有陷害黄珊珊这件事情，民众党会打问号嘛？跟他好的都出事，刚刚只讲前上半集而已，后面还有下半集。站台黄珊珊说：“我如果是台北市民啊，这一票我会支持黄珊珊。”过不到1年，黄珊珊党职停权。我这民众党柯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过不到1年，柯文哲羁押。他有没有对党内的人下手？你会拍别人，你会拍自己人吧？有没有？民众党也对他产生质疑。最后，资料分级这件事情，国民党曾经在那边报得开开心心的哈，你这狗啊，坐输公家车你安那都安那，爆料被人家发现这个都西咖，
那个我们以前剪接有分 A 卡 B 卡，剪到 C 卡之后，那个画质会变差。以前还是类比时代的时候，哇，我们拿到的都是 C 卡，你还跟我说你看我低？国民党的人也会质疑，他现在遇到这个挑战，最后他的责任外部化最可恶的，我认为啦，政治人物有没有肩膀？他外部化到最后是去到百姓身上，跟他好的几个人，馆长涉嫌国安言论，跑去说总统怎么样，这个网络的人员跑去换5星旗，他然后什么我要揭弊，所以我寄毒品子弹给你，这些都是责任外部化，所以有权一定有责。当他是一个权力无上的人，他责任一定在他身边的人。傅昆萁也一模一样。其实从头到尾，傅昆萁在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哦，他硬要跑出来喊。立法委员在这件事情上，你当然可以替中央要钱或干嘛去讲花莲的状况，你可以争取。可是从头到尾责任应该是谁？是徐榛蔚啊！为什么你傅昆萁比人家的声音大啊？因为他回家的时候是家长，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公事公办。今天要就责要干嘛？就是花莲县政府。你立法委员跑去帮县政府说项，那不是不也是一种变相的护航县政府吗？你为什么要护航县政府？你不是应该是监督职吗？不管是中央的错，地方的锅，你应该要一并而成啊！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人想要有权无责的话，责任一定会落到他的人民身上。花莲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要退群组？为什么要做保全户？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以为正常国家的 ABC 就是我本来保全户有多少，实际居住有多少，旅游人数有多少，出入人数有多少，事发当时有多少人在那边，然后有多少人受难，我需要安置多少人，多少人不需要安置，那个分母第一个数字就是当下有多少人，到今天不知道，然后我们看到的花莲县政府跟中央在干嘛？一下子这个女生，一下子那个男生，一下子行政什么研考会处长坐在那边啊，然后每个人都在讲不同的事情。我不了解，如果纪连成将军今天就是态度硬一点，多少人没有多少人没办法开会，多少人，他如果连问3天，全台湾就来关心花莲到底现在什么状况。我们到今天不知道灾民多少人。我们到今天不知道安置人数多少人，他都给我用拼凑的，他不是用原本的分母下去减的。我讲难听一点的，你如果叫人家点名的话，埋在里面的没有办法出来唱名啊，你怎么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那为什么到今天数字都不知道？我认为，第一个，他们其实一开始撤离计划根本就没有框住实际的人数，他框的可能是更早的撤离计划，或者是什么家户调查的数字。然后第二个，他们其实有可能正在面临调查，因为第一天我们就知道花钱进去了，所以他们有可能正在做，不管是你要说保全，或者是对证据下动手，或者是他们现在正在收集资料，为了要保护自己。可是你关心的是你老婆，我们关心的是花莲灾民。对我来讲，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天灾人祸，我们看过台南维冠大楼，我们看过921大地震，我们看过88轰炸，我们看过很多，可是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么离谱的，到现在还在口水啊。纪连成将军在群组在开直播在记者会的时候就现场讲，现在在救灾的过程，你怎么可以随便退出群组？拉群组自然不是公务正式的方法，正式公务方法，但是它是一个快速的可以分享资讯的。你退群组什么意思？以后是不是要公文往返救灾？然后你要求中央跟地方公文往返，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其实在拖延救灾啊。为什么这一场不能够是徐榛蔚过去参加？你可以想象这些处长回去他怎么处理。今天退群组的不是他，你叫他去参加，然后他要回去拜托官比他大的人再还回群组，你觉得有可能吗？你就是派一个人去那边给大家骂，然后讲一些因为我不是在相关的位置，所以我不知道。你徐榛蔚不能够自己去开会吗？啊，傅昆萁还要一天到晚在中央那边垂直避难。我是真的，我跟你讲，我是真心的觉得，今天公权力在花莲县政府这边。中央做的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打分数。但花莲县政府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毫无责任嘛。你到今天刚刚跟我讲说，这是一流还是溃堤？这是中央还是乡镇市公所？到今天再跟我讲说，这个人数应该是谁要清点撤离计划，谁要负责？你们都没有责任，零责任。难怪黄国昌跟傅昆萁会好，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最没有肩膀的男人啊。因为你很难讲。对了。群主当然不是法令规定要，可是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谁就算一组人要去干嘛，就算去哪旅游一下，大概也会大家拉个群组，比较方便联系。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些事，这么多的人从中央到地方，等一下让大家也看一下相关的这些事情。可是这一段
这一段我觉得那个我也要不要先回应一下，就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现在还在救灾，所以我就说，要不要问一下，不管是中央好，中央点一下，昆城你们要有回应，中央现在的态度，花莲现在的县政府的一些态度，包括副根级总召的态度，你觉得？我当然觉得，以退群组而言啊，毕竟它中央跟地方都在群组里面，退群组这件事情，当然被操作是应该是不可取的事情哦。但其实花莲市县政府是有出来回应哦，说那个人他其实退的是一个30多人的小群，那还有20-30个跟救灾相关的群组。那大群里面，其实中央跟地方官员也都在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他真的是对中央不满意的话，你要份额离席，要退群组的话，基本上所有都会退了。那当然他只有一个，我不明白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啊，但也的确因为有退群组这件事情，现在变成新闻，然后变操作成中央跟地方没有同心协力的话，我当然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应该要避免哦。那当然，我觉得这几天还有一个争议，包含傅昆萁委员在这个立法院在跟这个卓荣泰院长讨论说，到底那个灾防法第10条怎么规范的哦？我讲一个很客观的讲法。的确，第10条它讲到的是所谓的乡镇市公所对于所谓的撤离计划、灾害防救计划，还有一个权责。但也有人找到，不管是35条的时候讲到说，如果它中央地方的区公所等等需要地方县市政府支援的时候，必须支援。而同样的，地方县市政府需要中央支援的时候，中央也要支援。这就是法令，这就是一个分级，这就是一个正常大家应该去做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子哦。虽然这个目前光复乡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后清理的进度，现在就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相关究责当然要究责哦，但究责过程当中，的确现在事情还没完全结束哦，变成有一些政治口水战，我觉得现在呈现在电视前面，对花莲县民、对光复乡的这个居民以及整个全台湾来看，还会觉得说，难道大家还在找谁才是战犯，谁应该去负责？当然。谁负责是重要的，但现在透过立法院这样子口水的模式，我觉得不管对傅昆萁跟对徐榛蔚来说，或对中央来说，都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哦。最后还是要讲啊，就是说整个花莲县它现在面对这个状况啊，这个傅昆萁当然有很多他不同的一个想法哦，但我还是觉得哦，今天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哦，该怎么办？中央跟地方齐心协力，那这才是现在大家希望解决目前光复乡的问题。那救灾该怎么救？需要中央帮忙，需要现在军方帮忙，就全部下来救啊！大家一起努力，这才是我们现在想看到的结果。OK， 我让观众们看一下，就是刚才您在那个刚才3局长的时候，旁边有中央总协调官就纪连成将军，他们在跟现场讲，就是你很难想象这种时候。怎么还会有时间？要不要退群组的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把事情解决都来不及。这部分以外，这2天包括连傅昆萁总召在念了法条，叫中央官员念法条。今天卓院长直接念法条给你听，到底责任归谁？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来。花莲县政府在前进协调所啊，也一直都有县府的代表在这里参与，每天上午8点、下午4点半的会议哈，我们也一样都没有在轮替。那我是今天上午啊，得到相关部会的反映事项就是有这个工作群组退群的一个现象。那抱歉，因为我从8点准时来这里开会到现在，我还没有回到我们那是不是容我事后了解原因？也很简单，这事太简单，你回去继续加入不就好了？还要回去什么？你就跟他讲说，中央协调官规定，你说该加入群组的就要加入群组，就这么一句话就解决了，好不好？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要与不要的。现在在救灾的过程，你怎么可以随便推出群组呢？那我们中央的这一些协调的工作，它就有问题了。我觉得心态可疑。是不是误案？我希望是误案呢。委员好。地方政府、花莲县政府也好，不能责任要往中央推，而且现在又往乡镇市公所去推，那自己中间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我觉得这个是在垂直避难，是委员跟花莲县政府自己在垂直避难，往中央推，往乡镇市区推，这非常不值得。一个从来不守法的行政院长。每一天在造谣，把自己当作侧翼的小丑，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国会通过了重大法案3读通过，卓荣泰自己都有附属，总统也已经正式公告，
也附属。未来他这个废职职务，所有的法律该追究的事情，一定会追责到。来一下，是花莲人，是 OK， 大家都在关心花莲这些事情。刚才是讲纪连成就是个军人个性，这个时候就要发挥军人的个性，战场瞬息万变，当断则断，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定叫你就回来就好了，你还跟我讨论说你还要回去了解什么原因？因为在现在只有大家同心协力，还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而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这2天有太多一些讯息，到底有没有让观众朋友知道？包括讲说这2天新闻有那个包括保全名册，然后那里面，然后让居民看到什么921啊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然后光复乡公所还要出来发一个澄清，告诉你不是，他们那只是保全名册。现在整件事情为什么还这些行政上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傅昆萁造成的。傅昆萁现在叫做垂直避难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对于9月23号没有强制撤离这个花检在做的法律责任的问题，在撇清他的责任嘛。但是现在救灾为重嘛，避难为重嘛，未来会不会可能发生？会啊，所以现在需不需要花莲县政府督导所谓的乡镇公所？定出一个避难计划，需要嘛？因为未来会发生嘛。我说之前过了就过了，过了由花检去厘清责任，我们不要去口水。但是未来会发生嘛？结果未来发生，傅昆萁这2天啊，因为之前的责任，所以他现在把所谓的避难计划全部推给中央，上推给中央，下推给乡镇公所嘛。花莲县政府变得没有责任，所以才发生了今天的退群事件啊。包含徐正惠、傅昆萁今天都在脸书上面写啊，避难计划的拟定是中央，执行是乡镇。那我们选你花莲县政府干嘛？我们直接废掉了，直接中央指挥乡镇公所啊。现在整个光复灾区就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呢？纪连成将军，你以为你花莲县政府不做，我真的就不用去拟定这个计划啊？我跟大家报告。包含因为风神台风要来了，对，他们已经纪连成将军今天已经宣布说，他们在19或20号会进行8600人的避难计划的演练。为什么？台风要来了，我们不可能让这些灾民受到台风的威胁嘛。你花莲县政府的计划没有拟定，我中央政府会不会做？会，但是请你态度好一点，所有的法律规定的很清楚，地方做不到，乡镇请求花莲县政府。花莲县政府你做不到，请求中央政府。你今天把所有的责任排开，我们知道你花莲县政府做不到嘛，中央要不要介入？当然也要介入啊，因为这个叫做有责任。纪连成将军那句话很好嘛，我有责任，我没有权利。当你放弃你的权利的时候，我的责任就来了嘛。上对下的关系就是这样，我有我的责任啊。所以纪连成将军已经说，我要做好这些包含迁离的动作，这个叫做中央的肩膀啊。刚才讲得很好，3Q讲得很好啊，没有肩膀啊，没有肩膀变成是有肩膀人会去扛啊，这个东西是我们看不过去的嘛。而地方知不知道这些事情？花莲县政府你的这样的作为，灾民看得下去看不下去？当然看不下去，所以产生了现在很多的灾区的灾民对于乡镇公所、对于里长、对于县政府的不信任嘛，所以才有昨天这个所谓的造册的事情嘛。其实这个叫保全户，保全户现在是要求说，因为你地方没有做，我现在中央拜托你乡镇公所，拜托你邻里长，赶快去建立这8600人的保全户的资料嘛。但是只是上面写到9月21号，中央划定影响范围，就是说9月21号当天，我们中央政府有划定一些要去所谓的避难的范围，他看到对，换在这里头，你就要监测嘛，监测这个是合法合理的。但是呢，大家看到9月21号。就觉得你花莲县政府、光复乡公所，你是不是要把责任给我们灾民去扛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影片上说有没有伪造文书或什么？对，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我们写9月21号我们不愿意迁离的一个所谓的联署书嘛？所以很多的灾民就不愿意签嘛。是不
不是要我们写9月21号我们不愿意签你的一个所谓的联署书嘛？所以很多的灾民就不愿意签嘛？为什么？就是怀疑你们要撇清责任，怀疑你们要伪造文书嘛？那我要讲的是，花莲县政府傅昆萁，你现在被灾民是这么看待啦？纪连成将军直接讲说，要求县政府、要求光复乡公所、要求所有的乡镇公所跟李林长把这个表头改掉，这个叫军人的风格嘛？有问题，居民有意见会怀疑，没关系，这是居民的心态，我们要让他信任嘛，重建整个灾区管理的信任，这个就是纪连成将军做的啊。他直接说，你这个表头会被人家误会，我们就把它改掉，我们还是要建立这个保全户的清册嘛。这个才是中央的现在整个介入管理嘛。现在直接讲，傅昆萁你不用推了啦。现在基本上在光复灾区，包含凤林跟万荣，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是中央接管的状态，因为乡民、镇民、灾民不相信你花莲县政府，只相信中央的所谓的协调中心，所以变成是很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来接管。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些你们公务人员啊，你们不要因为徐正伟、傅昆萁说推给中央、推给乡镇公所，你们就退群不干啦。你们都是公务人员，你们领的是国家的薪水，你们不是领傅昆萁、徐正伟的薪水。OK， 这些就是在过程当中，那事实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希望能够忠实的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在灾区，如果有所有作业需要的这些地方。所以呢，刚才透过一战告诉大家这样，但是为什么会造成民众会有这种不信任的感觉，或者我觉得各级官员自己也真的需要自己检讨一下。为什么会发生像这样一些情形？但那个就是保全名册 ，OK？ 那一灿刚才跟大家解释，但是坤城看到刚才傅昆萁副总知道那段话了吧？废除职务罪跑不掉，然后什么侧翼、小丑，所有这些，从前几天问官员说，到底念法条来，上面到底是归谁？是乡镇，然后接下来中央，所以这所有的这一切，现在看起来，大家已经开始真正在推责或是究责吗？到现在为止，都是只有傅昆萁在推责任嘛。傅昆萁他在从这个卓院长到这个赖总统到光复的时候，就是一路在这跟中央吵架啊。卓院长去的时候也是跟这个卓院长吵架啊。然后赖清德总统去的时候，然后明明已经要开会了，然后呢，徐正伟他们就在旁边，距离不到10公尺的地方，要不要来开会？不来开会。对啊，所以今天你傅昆萁不要借由这个吵架啊，讲话讲很大声来掩盖是你这个花莲县政府整个撤离这个有失这个责任的这个你应该担起的责任嘛。就是说今天大家不会去现在没有中央政府没有现在要去检讨说你傅昆萁或者徐正伟的责任，现在中央就是要把事情做好嘛。所以为什么刚才纪连成将军会这么生气？就是说今天中央跟地方有设一个群组。然后群组就是里面要去救灾，然后有什么事情大家用一个群组比较好做事情嘛。那你今天退群组了，心态可疑啊，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那所以说你说那个像这个花莲县那个处长就说啊，我还要再去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要退群？不用了，你就直接叫他加入就好了，因为现在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在救灾嘛。所以纪连成将军他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花莲县的官员要退群组？那我就想到说，那除了退群组之外，那这个之前这个开会的时候，徐正伟明明总统来了，要开会了，他也不来，然后还要总统打电话去问说，啊，你花莲县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到最近，刚刚义善也提到，就是说，那明明是在健全这个保全户的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数？然后呢，这要求村里干事要求村里长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要问了，那这件事情不是在9月21号之前就应该做好了吗？你有多少人？你要撤离多少人？你不是应该9月21号之前，你应该光复乡、花莲县政府，你应该就有名册了吗？那你名册去哪里了？那就你名册现在不知道当初有没有做，或是说你现在说啊，现在因为水灾，所以全部都淹走了，所以现在要做。好啊，那就算现在要做，日期就不应该写9月21嘛。你写9月21，大家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啊？就是说明明9月21你就没有来啊，那为什么要我们填9月21号的资料？所以纪连成就说不行，你就改成10月12号。你是今天去调查说现在将来保全户有多少人？那我们现在要掌握这些资料。那我就问花莲县政府啊，在9月21号之前，难道你们都没有这些资料吗？
那难怪撤离的时候你不知道说要撤离多少人嘛，那你也没有去执行撤离的任务嘛。所以今天傅昆萁，我觉得朱院长讲很好啊，你自己就在垂直避难嘛，先把责任推给中央啊，中央你看啊，为什么这个烟社活的事情没有做好？接下来推给地方哦，说按照灾防法撤离应该是乡镇市公所的事情啊，关县政府什么事情？好了，那今天花莲县的县民，你们今天这个傅氏夫妻在花莲县当立委、当县长当了这么久，结果你现在要把责任推给中央，推给下面的这个乡镇市公所。我觉得一般花莲县的县民他会听不下去了，到现在已经几天了，20几天了，结果你傅昆萁还在推卸责任，还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要官员背法条。好啊，那背法条，灾防法24条就讲得很清楚啊，撤离就是地方政府跟乡镇市公所的责任嘛。当初如果撤离工作做得好，伤亡一定会减少，就是这样子嘛。但是没有做嘛，到现在都没有做，才会说现在还要这个村里长去建立这个保全户的名册，从这边看得出来，撤离的工作完全都没有做。傅昆萁、徐正伟也不要再推责任推给中央，那当然中央现在会把灾后的重建工作把它做好，中央现在也不会跟你去吵这些，但是我相信检察官会去调查。花姐反正已经在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查的动作，那回头到最后查完以后，到底谁负该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责任？那当然一个都跑不掉。只是对于所有的花莲，尤其光复啦或旁边像凤林啦一些地区的所有的民众来讲，未来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到以往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对全台湾的民众来讲的话，现在也会在乎的就是回答。到底是不是真正确定一定会在台北在 T17、T18，而中间所有的过程，阿苗是现在已经讲，第一个台北市政府有发函，新社有讲台北政府有发函说要合议解约，新社也说启动协调机制，然后台北市政府也说不协调不代表大家就没有图利跟背信的问题，好不好？那也要看议会，因为不是协调完你要给100亿，我给100亿，那议会会答应吗？就大家这些，所以现在问题还卡在这个地方吗？其实台北市是蛮守好牌的。首先第一个，辉达确实是属意台北，就是这个可能因为辉达自己公司考量，他就是觉得台北最好。那第二呢，其实在这个虽然辉达挑中了 T17、T18 这2块地，现在有合约是没错要处理，可是这个合约里面的条款啊，对台北市政府是非常有利的。是啊，那包括了前几天大家在讨论说，台北市政府可以解约吗？有什么牌？其实最大的这一张牌在这里啊。在合约的9.1.2哈，说因下列可规则与乙方新售的事由发生，甲方台北市政府可以终止契约。就这么刚好啊，这一条就碰到了新售现在要进行新兴并。对，新兴并是什么呢？就是乙方啊经历了合并重整而消灭的状况。所以如果没有新兴并的话，这一条还用不上哦。但是蒋万安真的是走了大运了，新兴并刚好在这时候发生。所以台北市政府来讲，为什么我说它是一手好牌？因为这牌打到最后新售是根本没有筹码、没有牌的。台北市政府就告诉你啊，我不同意新兴并啊，对不对？那这个合约自然结束之后，新售你也别想拿到任何好处。那新售自己又遇到一个状况嘛，新售没钱嘛，他的资本适足率不足，最快要等到明年中新兴并完成这个财务整并之后，他才有可能动工那个要盖房子的期限是5+2年，已经快要过期了。所以在这一整个局里面其实蒋万安有点类似说这个棒球比赛终结者的角色，前面人家队友分数都帮他打了，分数都打下来，现在登板要这个救援只要成功关门，比赛就赢了。可问题是，蒋万安现在上演这个万安剧场，就是投到背后怎么突然满垒，然后对方第4棒要上来打击，搞得大家紧张兮兮嘛。现在所有人都在帮他想办法，说到底要怎么处理新售跟辉达之间的意愿的问题。为什么我说现在的问题要处理？其实是因为新售跟辉达之间的 MOU 有提到，新售想要直接把地上权移给辉达，那这会卡到什么？它卡到契约里面呢，第4条里面4.4.1它有写乙方地上权期间不可以让与移转地上权给第3人，除非乙方把建物盖完了，拿到实照，这样子甲方同意就可以移转。
所以为什么新寿啊一直在想说他要直接移转地上权给辉达，会行不通呢？因为新寿你没盖房子，那2块地现还在长草，所以本来新寿是希望蒋万安要改这个契约啦，把这条改掉嘛。那蒋万安当然不敢改。那说实在，我也可以体会他为什么不敢，因为你为了这个案子量身定做修改合约哦，不要说有没有法律问题啦，所有厂商都来叫台北市修改合约，你后患无穷嘛。那所以现在该怎么处理呢？现在的处理方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辉达在跟新寿的 MOU 里面就已经写到，辉达愿意补偿新寿了。所以我们其实根本也不用去谈说什么台北市要不要出那100亿的问题，台北市只要负责把32亿退给新寿解约，那新寿自己要的商业利益呢，自己去跟辉达谈，在商言商啦。辉达可以投资 OpenAI 1000亿，那是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们愿意。所以辉达要给新寿多少，拿到这个 T17、T18，去换得新寿放弃他原本的契约，也是在商言商就可以了。去换得新寿放弃他原本的契约，也是在商言商就可以了。蒋万安现在没有办法处理的，我认为是辉达在疑虑说，他如果付了新寿分手费，但是地上权不是新寿直接移转，是被北市府收回，那辉达能不能顺利拿到地上权？这是辉达现在心里在担心的。那会不会两头空？我分手费付了，结果人家又跑了，那我两头空啊。所以蒋万安的肩膀要扛的是什么？他要扛的不是修改契约，也不是那个要钱的问题。蒋万安的肩膀要扛的是，他要不要做一个重大政策宣示，说北市科未来 T17、T18，我的招标条件就是世界级的 AI 龙头。招标条件的问题，因为之前柯文哲招标的时候，那个条件非常宽松，所有行业都可以来投，然后又不用投资计划书，所以才让新寿钻进来嘛。本来新寿是完全没有资格进驻这个科学园区的。那以现在这个状况的话，蒋万安他真的该处理的是未来他的招标条件怎么设定，怎么安辉达的心。辉达真的安心之后，他去处理跟那个新寿钱的问题，后面合议解约其实就很快了。来喂。我觉得就是说，未来他如何建立的招标条件，大概17、18根本不是问题啊。因为现在不管是市政府讲的 T12的整合，甚至是松南移区，大概都是以辉达为主的哈，可能就是要让辉达进来，让他选择的一个地方嘛。所以回到我觉得17、18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新寿他想要两边拿。怎么讲哦？他为什么现在不放弃这个所谓地上权移转的问题哦？因为地上权移转之后，他才可以跟辉达建立起一个对照关系嘛。我把地上权移转给辉达，那你辉达必须付可能相关的权利金或相关费用给新寿。同样的，我新寿把地上权愿意移转给辉达一样，我付给你台北市政府过去的可能这些权利金等等，还包含利息，你也还给我啊，他才有机会啊。那台北市政府现在讲的很简单，地上权就是按照原本的契约就是不能移转，如果在这个建物还没盖好之前，所以台北市政府走很简单，我跟新寿直接解约。要赔多少钱，我们来谈嘛。那个台北市政府也很厚道啊，把过去的地上权缴纳的款项加上3年的利息跟报酬率都算进去，8亿元嘛。但新寿说我要107亿，差了将近14倍。好，那台北市政府不是不能谈，他就说那你新寿一起坐下来谈嘛。当然我也必须讲哦，这一条路他谈完之后，新寿最后不管你谈了20亿、30亿、40亿等等，的确要过议会这一关。我们要跟我们市民讲说，为了辉达。那我们愿意赔给新寿这些钱，但老实讲啊，新寿就躺着赚啊，我觉得超级不合理的啊。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就是现在回到这个市政府之间，所以回到现在台北市政府里面 ，T17、T18，如果辉达真的要的话，我们就市政府就尽全力的去跟新寿去调解啊，去解决。同样的，市政府更希望的是，如果有 T12或松南移区辉达愿意的话。台北市政府也努力的已经整好地哈，努力把这块地放到那边，让辉达自由的去选择。目的跟最终结果就是希望把辉达留在台北市哦。尚总，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好了，本来还记得吗 ？T17、18，后来新寿标了以后，那时候大家不是在节目里面讨论过非常多吗？包括条件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天发现辉达要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然后也选中了这个地方。大家都那时候觉得，其实，在大概这1、2个礼拜以前，
我相信大概全国甚或台北市民，没有人在想辉达不会来的这个问题。大概都觉得这个就是定案的事情，就只是他们什么时候要来台湾。接下来就除了当初台积电护国神山群，在未来的 AI 时代，我们又要扮演引领世界风骚的这种角色，每个人想的都是这个样子。但现在突然发现，哎，怎么会蹦出这样一件事？那刚才好了，阿苗刚刚用变成万安剧场，就是球赛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不只是考验蒋万安，因为你看这几天出面都是这个川博。川博现在口气也很强硬，甚或讲说，直接讲都是还是空地了，什么都没有，跟我谈什么收益，跟我谈什么？人家说要调解，他协调，他就说那又回到原点了。那这样到底是要怎么样？这可能牵涉到，因为明年蒋万安要连任，川博可能要选新北，所有这些都是这一局大家在看的是你的政治能力、你的政治智慧、你的谈判能力，你所有东西都被摆在这里面检验了。当然啊，辉达留得住留不住，在台北这是何其重要的事哈！就是说，辉达是一个全球 AI 领导的象征。第一个，第二个，它可能带来的产业的聚集，跟周边的开发，跟它的消费带动消费等等一堆，它不是只是我一个建筑物盖在那边而已哦。你看台积电到台南去，你看增加了周边，商店啊等等一堆的问题啊，所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建筑物，而辉达这样的全球 AI 的龙头，其实全世界不是台北、高雄、新北在争，是全世界都在争，所以这对蒋万安而言，它是一个。谈得成是一大政绩，谈不成，那政治效应自己承受。因为台湾人民能不能眼睁睁看着蒋师傅把辉达给搞丢？我相信大概不会同意，台北市民不同意，大概全部人都不会同意。当然，我所谓的搞丢是离开台湾如果来新北，我同意啊。A9那一块地也蛮好的啊。那后面还有一个外国学校，那个来的工程师小孩无忧虑啊。当然，你说辉达就是看上嘛，那当然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跟他新售的问题，新售的问题。当然，民众党呢，立法院党团主任在那边讲风凉话。来的工程师小孩无忧虑啊。当然，你说辉达就是看上嘛，那当然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跟他新售的问题，新售的问题。当然，民众党呢，立法院党团主任在那边讲风凉话啊，也不用讲啊，就是说约是你以前老板签的。第二个，你老板被图利已经羁押了1年，人家下一个市长在考虑会不会图利的问题，很正常。因为我前一个市长被压了，我后面我当然要考虑图不图利的问题啊。那其实图不图利的问题，我今天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刚才阿淼说商业行为怎么样，万一有人去告一下说你图利新售，你同意他转售，让新售什么都没盖，赚了40亿。然后你还要给他30几亿、40亿，会不会出事？会不会成立？这是台北市政府，这是台北市政府在考虑的事嘛，但是我也觉得他们要意思是要讲，这就是他要有肩膀要去扛，好吧？就是说，任何一个张三李四跑到地检署前面，你去告你，对不对？我会推给柯文哲，是柯文哲卖便宜的，不是蒋万安买贵了。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嘛。没什么好谈的，明年1月1号就把它收回来嘛，合约你合并我就收回来嘛，辉达你就先设计嘛，我设计的标一定会这个符合科技业，符合一定资本额的公司，符合什么样的全世界只有一家能够引领台湾，可以好几家，但那几家没有要来对啊，引领 AI 的不是，我设计完了以后，我就跟你说半个月后。我公告半个月后招标，其他的公司想来都来不及了。
啊，新寿你1毛钱也不要拿了，来，要不要谈？我们要不要坐下来谈？你就肩膀就跟辉达好好谈说，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呢，明年1月1号我会把地收回来。上公从上礼拜开始就觉得，反正整体上你是觉得乐观的，因为手上有筹码啦。对啊，就我最多延2个月，1月1号嘛，你要不要合并？你不合并，要不要合并嘛？你合并我就收嘛。因为合约上的有利条件在这边，而且现在10月了，距离明年1月1号两个多月。这个事情跟辉达谈一谈，你设计图差不多嘛哈。然后我收回来以后，我立刻会公告我的招标，然后让事情尽量在3个月到半年之内可以招标完成。来，坤城1分钟。所以整体，当然你会看到，包括民众党那时候就有人讲，包括柯文哲自己都讲，你看就是因为你们检方办成这样子，人家辉达都吓到不敢来，所有这些，所以甚或今天刚讲像陈湛他们就讲说，哎，如果要不来，我告诉你们，中央的责任最大。这个当初蒋万安争取到辉达来台北市总部的时候，多高兴啊！他觉得都是台北市政府的功劳。这个因为他们跟辉达之间黄仁勋之间有多少这一个会议啊，然后视讯什么之类的，终于把辉达留在台北市。就现在呢有问题了，中央啊，你要帮我啊，中央你要帮我啊，你要想办法把辉达留下来，不然就是中央的责任。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今天蒋万安他的确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把辉达留下来，但是他难道不知道说他当初答应要T17、18要给辉达的时候，难道没有地上权争议的问题吗？有啊。那为什么那时候不解决呢？不处理呢？那时候说都没有问题，我这个都可以帮辉达来解决。那现在火烧屁股来讲说，那中央你要帮我忙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要跟这个新寿解约。那新寿就说你要帮我解约，那我的潜在投资利益有多少？大家要来算嘛。所以今天也不是台北市政府单方面就是说我跟你解约就可以解约，不然他就直接解约了嘛。可是今天没有啊，那个新寿就说我们还可以再来协调嘛，可以再来协调。所以就法律上来讲，台北市政府不能够马上解约。那第二个，你说那因为这个新兴合并了，那是不是那个星光人寿它消灭了？可是这个其实有的吵了，因为其实这个合并之后的这个的公司，它会把原来的这一个星光人寿的这一个资产负债完全都概括都承收了，对啊，那所以也不是说合并之后，它就没有这一块地的这个地上权的权利。合约上面不是这样写，合约上面直接合并消灭要经过。那他们用的是合约，现在就是公司法跟合约。那当然合约里面定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有的吵了啦。那所以说，今天蒋万安他今天如果证明说自己是合格有这个能力的台北市的市长，那你应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吧。但是我相信黄仁勋他其实是爱台湾的，所以最后就算不是在台北，来新北也不错啦。所以我不行，要在台北，昨天刘盖先来，要在台北，在这也要顺便讲台北，要台北。那个蒋万安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但对全国民众来讲的话，在台湾当然他一定要在台湾，对未来的发展对台湾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看起来 T17、18合约在那个地方，那大家现在启动了协调机制，到底未来协调会怎么样？关系到未来一切的发展。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到底政治人物跟不管狗仔们跟所谓骇客们之间的关系，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兄弟们，我们明天见，拜拜。